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神秘，但也很震撼的问题。5000年前，中国的三苗族被大洪水逼得一路西走，他们最后去了哪里？难道他们跑到西方，成了两河流域的乌鲁克人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中国和西方文明会不会其实同出一源？第一章，大洪水与文明断层。传说里的大洪水不只是《山海经》才有，考古发现告诉我们，当时确实有一场超级大水灾，像浙江的良渚文化就在一场暴烈的济公洪涝里毁灭。在往西的林家滩遗址同样被水淹没，在这些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、青铜器，连祭坛也被考古学家还原。同一时期，在两河流域，吉尔伽美什史诗也讲到天地被洪水淹没的故事。换句话说，这场大洪水可能是全球性的文明浩劫。那么，被洪水逼走的三苗族，他们走到哪里了呢？第二章，三苗西走。上书里说传三苗于三维，而实际里说迁三苗于三维，以便形容。那么三维在哪？应该就在敦煌近郊的三维山，即河西走廊西端门户。这可不是小规模的流亡，而是整个族群一起走，老人、孩子、牲畜、家具全带着。后来我们看到鬼方西走、匈奴西走这种东方民族大规模西迁的故事，其实并非特例，由来已久。所以三苗西走不是偶然，而是情势所逼，也是势所必然。如果他们一路向西，走过河西走廊，穿越中亚草原，最后抵达美索不达米亚，那么乌鲁克文明的突然崛起，会不会就是他们带来的？第三章，乌鲁克文明的突然崛起。考古学家一直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乌鲁克会在短短几百年内，从小聚落变成庞大的城邦？苏美王表记载，那些王的寿命动辄几千几万年，听起来像神话，但如果这是洪水后的文明重建，那么把前人的记忆夸大成神明，就一点都不奇怪。由于大洪水对西方文明造成重创，使得人口骤减，文明倒退。过了100-200年，当乌鲁克人出现时，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、青铜器、城墙、祭坛、礼制，所以对当时的两河原住民来说，这些人简直就像从天而降的神。第四章，东西方文明的相似符号。这里我们来看几个一眼就能看出惊人相似的例子。第一个例子，洪水神话。中国有鲧禹治水，两河有乌特那比什提姆躲洪水。这种人类跟洪水搏斗的故事，显然来自共同的记忆。第二个例子，祭坛建筑。良渚古城里有高大的祭坛，层层堆叠。乌鲁克的神庙也是阶梯式的金字塔，这种往上堆的祭坛都代表人与天沟通的渴望。第三个例子，银圣图腾。在林家滩出土的文物中，有与三星堆形貌相似的人形雕塑，也有与两河流域形貌相似的银圣图腾，三者极有可能存在共同的文化源头，也就是有别于华夏文明的中华文化分支——三苗文明。第五章，格里兰图渔科检验清单。他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，经过数千公里，耗时100-200年，把东方的技术、器物、信仰带往西亚。当洪水后的两河流域一片荒芜时，他们的到来就像众神重建世界。这个假说怎么检验呢？我们可以列出几个清单。
一、比对东亚日两河流域古人类的 DNA， 亚有志同位素。二、仔细比较玉器、权杖、礼器的形制。三、追踪符号体系的演变路线。四、检测洪水沉积层，看年代是否对得上。五、把林加滩、良渚、乌鲁克、杰姆德特纳瑟等放同一时间轴做对照。结尾，今天我们提出了一个可能，三苗族或许就是乌鲁克的先祖，这代表中国与西方文明不是孤立存在，而是很可能同源共生。当我们再回头看大禹治水、吉尔伽美什洪水的传说，会不会那其实是同一场灾难，不同地方的共同记忆呢？答案还需要更多的考古来揭晓，但至少我们已经看见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与联系。这就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推测有意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并把影片分享给更多人，一起来探索我们文明的真正起源。